什么是全球化？这是 Wikipedia 的一个定义啊。全球化是指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我们在讲全球化其实就是像这个德国的这个社会学家他在讲，就是距离消失的这个议题。以前的话，我们在沟通在对其他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要经过好几层。可是现在呢，全球化呢，因为科技的发达，你甚至可以直接就不用透过一些层层的这个传递，你就可以去沟通所以的确是这样。那当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国界是开始有些消失那也有人讲说，它是一个所谓整体意识的一个密集化。这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沟通越来越快，所以你就很多东西很容易可以比较快的去做收敛那有人说，其实还不只是空间的压缩，连时间都压缩了然后大家所有事情现在都变得是关联所以这个关联感是这个全球化。那全球化如果是这样子发展，那会带来什么冲击？这种等下接下来要谈的这个Friedman 的世界是平的那它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在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只是这个距离的消失，我们很多东西都外包，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桌上放的这个notebook 手机，对不对？你现在看到很多手表，这些里面的很多的元件都来自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不是单一的地方。所以全球的这种分工那因为资通讯还有运输的这个发达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平了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好，那尤其是这个经济化，对不对？这我刚刚讲的飞机你就看到这一架飞机里面一堆的东西生产制造的地方都在不同的地方甚至设计也在不同的地方不只是经济，政治上其实也是进入了这个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一些状况产生，就会影响到其他。另外是文化也开始进入一个全球化那我们早期都说大家都是看什么受到这个好莱坞的影响，现在看日剧、韩剧的也很多，对不对？所以这其实都是这个文化。那现在全球化之后，语言也是一件事情。早期的语言大家很直觉的就是英文，对不对？可是慢慢的，现在在网络上越来越多的符号语言。那有时候符号、影像，胜过好几个字，对不对？所以符号的图像的那个力量也出来了。另外，对教育的影响，全世界最好的老师，他可以把他最精辟的这个学问呢，演讲放在网络上，让全世界人来看。那这一些东西就会开始冲击，就是说，那大家就开始去思考了。那在学校里面，老师的角色是什么？如果老师还是像这样子教，我们现在这种教法，一个老师叫 broadcasting， 这个其实是工业社会、工业时代的一种做法。你们去想我们现在这样子，大家这样排坐，然后去想，在工厂里面，那有一排一排的女工在缝纫机前面，对不对？你们现在只是在 notebook 前面嘛其实基本上是一样，当然他们工厂不会是阶梯的它是这样平的，对不对？但是也是这样。然后他是为了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教室，然后1对多，讲求什么效率，对不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传播给最多的人。可是这件事情呢，现在有网络了，我甚至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大，因为同时间可能是20万人、30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上线在学。
然后不必要是同步，可以是非同步。所以这件事情势必改变学校里面这个教学的方式，教室的这些上课的这个方式那这件事情正在发生，那我相信会蛮快，所以老师跟学生都同时要去思考怎么学那怎么教，还有这件事情对教育影响就是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可以取得很好的课程去做学习，不限于只是在学校里面。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全球化，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概念，我们真的每个人看到的全球都一样吗？我们是不是还是很主观的在看这个全球？当初英国人到这个西藏去的时候，然后呢，他们这个就发现说喇嘛呢在那边拍手，他们就觉得好高兴人家来欢迎我们不过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个喇嘛们在拍手的时候呢是在驱邪 ，OK， 所以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 ，OK， 那这就是文化所以你要搞得清楚，你可能沾沾自喜，觉得人家是这样，可是事实上不是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文化在看事情那好的一面就是，其实世界各地的文化其实非常丰富跟多样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全球化这个时代，其实你从这个正面的方向切入的话，其实你就会开始越来越发现说，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他们很丰富多样的这个文化，我们可以学习那即使是在同一个文化下面仍然会有个体的差异因为开始全球化之后，碰到一件事情，大家会想说，哇，那如果不全部都一样的话，那我自己本身的认同会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台湾认同，对不对？认同台湾这个议题，就是说，好像既然会谈这件事情，就表示说，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自我认同，那所以就开始有人喊出这个在地化，叫 localization 强调自身的这个宗教习俗、地方文化民族认同，像客家的桐花季，我们现在不只是这个在地化，只是因为全球化，而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推动的是每个乡镇都要有特色，对不对？不只是台湾的认同，还有每个乡镇地方都有他自己的认同所以就有人丢出了一个字眼，叫做全球在地化，所以就把英文两个字 globalization 跟 localization 就合成一叫 glocalization， 叫全球在地化，就是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尤其到那个国家，你又不懂他的语言文字，会吗？然后例如说那个国家呢，又偏偏非常不喜欢讲这个英文，或他根本是痛恨讲英文。那有些是完全没办法讲，对不对？你要跟他讲英文，他一听到马上就跑。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你要去问路，结果那个人听到你讲英文，他马上转头就跑，躲起来。那你想要去吃东西，不要说看不懂菜单，你连食物到底长什么样子都没把握，最后你会去哪里？麦当劳、肯塔基，对不对？或者什么汉堡王，对不对？是不是？这些都是全球化，但某种程度它是一个优点，也就是你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当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有一个蛮标准、全球上蛮标准的一个的服务呢，你可以使用 ，OK， 然后它价钱你也知道不会太离谱。当然你知道有所谓的麦当劳指数，对不对？有些国家的那个麦当劳可能是台湾的2倍或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它那边的物价他们在看这个经济的一些指标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来看那个叫 Big Mac 的指数，看这个 Big Mac 它卖多少钱那用这样来看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经济力那这个是全球化可能很直接的，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些比较标准化，全球大概都通用的这是它的一些好处。那我刚刚讲说，那可是太极致的，全部都变得一样的时候，你这个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才开始走这个在地化。那当然在地化，我想这好处大家可能想到就是说，那我到那边我才会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文化特色台湾的麦当劳其实也做了一些在地化的尝试，对不对？
甚至叫国际化的尝试，就是引进什么墨西哥食物啦，或什么其他的。那有一阵子也卖米饭，对吗？这就是全球在地化。它是一个全球的公司，但是它也在做在地化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一个叫做全球在地化跨国企业它其实会去做在地化像麦当劳Kentucky 这些。另外一个叫做在地全球化你可能是在台湾但是你的商品其实是可以行销到全世界，所以你就开始想要把你自己的东西变成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供应者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比较从在地，然后去把在地的东西变成一个全球。当你把它做到极致的时候，就是叫全球化大家全部都接受你的话那接下来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全球化的这个一些迷思跟反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全球化这件事情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跟什么样的冲击？那从不同的观点，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你要回归到你自己自身，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你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从自身开始，然后跟你周遭的人，然后我们最后是大家怎么样共同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国外在教中文或在学中文，会面临到一个所谓的正体字或繁体字，还有简体字，对不对？到底应该教什么或学什么？到底是简体字比较好学，还是这个正体字或繁体字比较好学？我们常常就会说，那如果是你是认为说简体字是比较好学的，那我们在推广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这个教育，那我们到海外去跟对岸在那边抢学生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跟他讲说，你要来学正体字，因为比较有文化，对不对？只是这样子吗？然后老外说，我可能学不到文化那边，我只是想要会用。OK， 好，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报道那它的大标题其实在讲说，简体字真的比较简单吗？他觉得那是有一个迷思。他说这个简体字就叫简化字的这个罩门是什么呢？他把单字简化了，可是把系统变复杂。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把个体弄简单了，但是你把系统变复杂。系统变复杂之后呢，如果你是一个靠系统在学习的人，不是博学强记的话，对你来说就会非常困难。OK， 所以它的造字逻辑混乱了之后，本来很容易理解的系统就变得支离破碎。所以呢，它的结论就是简体字才是难学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你去这个到大陆去，有时候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会一下子没办法完全做转换，因为它不是系统转换，你变成要一个一个去记，会不会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在这里面是这个状况，到那边又不是 ？OK， 所以它这个系统不见了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OK，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在面对于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那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浪潮，将来会怎么样的更变本加厉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怎么把自己准备好。